红了。呜，魏无羡的脸难以置信地皱了起来，又写道：别啊，蓝湛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没忘。蓝忘机脱口而出，然后就后悔了。那就好，快告诉我。蓝忘机张了张嘴，又恨恨地把话咽了回去，旋即说道：不行。魏无羡感觉自己快晕过去了，自己也逐渐狂躁了起来。为什么？就是不行。蓝忘机耳朵通红，腾地一下站起来向外走去。呜！魏无羡手疾眼快地抓住他的衣袖，呜，你说清楚再走。蓝忘机低头看了看他急得通红的脸，很明显地动摇了一下，又生硬地扭过头去。我虽知解法，却未必有效。呜！魏无羡一手稳住他，一手匆匆写道：有没有效你试试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蓝忘机清冷如玉的一张脸此刻写满了糟心，想了片刻，烦闷地转过身。不行。呜！魏无羡欲哭无泪，只得死死拽着蓝忘机的袖子。两个人一立一坐，一嗔一卑，乍一看颇像传奇话本里妻子挽留丈夫的狗血桥段。拉扯间，魏无羡手中蘸了墨的笔滚落到蓝忘机的衣服上，素白的蓝氏校服顷刻间江山如画。蓝忘机奋力挣脱魏无羡的怀抱，魏无羡怕蓝忘机跑了不再管他，甫一脱手就又拽上去，抓到蓝忘机袖子的同时，还好巧不巧拉住了他长长的墨额。只听倏的一声，外袍从蓝忘机肩头滑落，抹额扣结轻解，从他好看的额头上剥离下来。蓝忘机大惊，连忙弯腰去夺，不料拉扯间两人的衣摆早已交缠在一起，始作俑者脱了力，来不及松开手里的衣物，就顺势后仰。蓝忘机脚下一趔趄，单手撑地，跌到了他的身上。呜！一片白雪铺天盖地降落在了魏无羡面前，晃得他本能地睁大了眼睛。两个堪比打了一小架的少年都微喘着气，蓝忘机除了墨额，神情不再冷静，俊雅的面庞比往常生动了不少，带着淡淡檀香的气息扑在魏无羡脸上。魏无羡只看了一眼，一下子就忘了自己还在禁言中的事了。蓝忘机和他四目相对，眼中的晕色一闪而过，喘息不定间，长睫垂下，目光落在魏无羡紧闭的嘴唇上，然后紧跟着目光把自己的双唇印了上去。那一刻，两人眼睫相交，魏无羡耳边响起叮的一声嘤咛，好像琴弦划过银铃，刺激和通透转瞬即逝。蓝忘机的嘴唇冰凉软糯，明明吻得蜻蜓点水，可魏无羡却觉得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久。待回神，唇上漾起滚烫的温度，魏无羡看看四周，那个白色衣服的小古板已经不见了，手里的墨额也不知所踪，只剩下一件被水墨弄脏了的外袍和笔尖分成好几茬的羊毫笔。蓝湛！魏无羡恍惚了一会儿，突然摸了摸自己的嘴巴，咦，我能说话了。与此同时，蓝忘机正表情凝重地快步走在藏书阁后门的小路上。他急匆匆束好墨额，穿过一片片林荫，来到人迹罕至的龙胆小筑，喘息片刻，轻轻推开院门，走了进去。院内紧锁的房门前，满地的龙胆花，浓紫墨绿，10数年如一日的安静恬淡。蓝忘机站在花丛中，呼吸渐渐平稳下来。一阵微风过，身后的墨额悠悠曳曳，残留着某人掌心的温度，浮动了满院的清香。他蹲下来，寂寞地抱住膝盖，脸上的无措渐渐酿成忧伤，埋在手臂之间。对不起。一滴露水从他脚边的花瓣上跌落，打湿了他极轻的呢喃。第二天，晨光熹微，玉兰半开。蓝忘机早早就坐在了藏书阁里。魏无羡被罚抄书的期限还没到，蓝忘机心里再想躲着也是无法。他听着窗外喜鹊的喳喳声，生平第一次感到心烦意乱。不知是昨夜没睡好，还是七夕将至，喜鹊们愈发勤奋的缘故。他就这样端坐了小半个时辰，面前的纸上仍旧只有2行字。不识愁滋味的喜鹊叫了半晌，忽然扑棱棱飞走了几只。蓝忘机抬起头，只听身后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，是魏婴。他心头一震。魏无羡提着随便，沉默地走了进来，沉默地在蓝忘机对面坐下，啪的一声把剑放到了案上。碎发遮着眼，叫人看不清表情。蓝忘机一直死死盯着他，喉咙胸口涌动着霞光璀璨的云海，然而双唇始终紧锁，做得像尊冰雕。
魏无羡放下剑后，就旁若无人地翻开雅正集抄写了起来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认真端正。蓝忘机看得心里没底，盘算了一夜道歉的话，好几次嘴唇都已经摆成魏婴的魏了，可就是说不出口，好像自己给自己下了禁言术似的。蓝湛，魏无羡突然出声。蓝忘机一惊，不动声色地望着他。你之前，我是说昨天之前。魏无羡抬起脸，自带笑意的眼底隐隐印着乌青。你之前亲过别人没有？暖风吹动缀着画轴的书晃，轻轻碰撞出木竹的清脆声响。蓝忘机漂亮的眸子里疏影清浅，映着魏无羡坦荡无邪的脸，很郑重地摇了摇头。